2020年4月，摩拳擦掌想要大干一场的印度人从我国买了8台盾构机，5台小型的盾构机组装完成之后，心里小算盘打得啪啪响的印度人一口回绝了我国工程师帮忙组装剩下3台大型盾构机的行业规范，决定自行组装。好嘛，你想装那就装呗。结果印度人研究了半天，愣是啥也装得不对。那么印度为何会选择我国的盾构机呢？为何拒绝我国工程师的组装好意呢？最后又闹出了哪些幺蛾子事呢？2018年年初，印度孟买搞了一项大工程，准备在当地开凿隧道，连修3条地铁，声势浩大。但他们内心很焦急，因为印度国内并没有开凿隧道的技术，想要进行这项工程，就必须购买隧道掘进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盾构机。盾构机是穿山越岭的关键机器，建地铁、打隧道，没有盾构机都是行不通的。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人类未来移民其他星球，盾构机可能是少有的能够用得上的机器，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在过去，日本、德国牢牢掌控着盾构机的生产专利，别的国家只能花高价购买，却又不得不买。而我国工程师们众志成城，在科学家的牵头下，实现了盾构机的国产化之路。就拿盾构机的轴承来说，为了做到精益求精，我国的工程师在广州锻造钢材，随后又转战山东半岛完成加工工作，随后再送到东北重工业城市完成热处理。这还没完呢，热处理之后还得送到浙江继续精加工，然后送到遥远的黑龙江完成组装，最后在广州完成测试，出口世界。瞧瞧，外行人看着折腾，内行人却是热情似火，把每一步都做到最好。这正是这种工匠精神，中国的盾构机收获了不少的海外客户，也吸引了印度人。放眼全球国家仔细琢磨之后，印度还是决定从中国引进盾构机。一直到这个时候，事情还算是顺利，但是一日不作妖，身上就痒痒的印度人很快就闹出了幺蛾子。2020年3月份，在印度人殷切的期盼之中，3台超大型盾构机顺利完成了研制工作，准备送往印度。但是如何运送是个大难题，因为盾构机是个大家伙，盾构机的高度达到了惊人的 12.2 米，想要顺利的运送到印度，就必须把它拆解开来，一点一点的分批次的运到印度。一番忙活过后，中国工程师好心的帮着印度把盾构机拆解成了将近100个零件，然后风风火火的运往了印度。13辆超级大货车陆续启程，经过上海港后，走海路抵达印度孟买，一路艰辛波折。1月，被拆得7零8碎的盾构机被运送到了印度孟买，当时的时间是4月份。结果一直到当年9月初，那些零件仍然躺在印度孟买的工地上。5个月前他们怎么被摆放的，现在就还是那个样子。为啥呢？印度人说是在等待着专家来组装。这么说，孟买的工地是在等印度的专家来组装？其实他们是在等中国的工程师去组装。负责孟买基础设施相关事宜的印度官员表示，除非中国的工程师被批准组装盾构机，否则孟买项目的整个工程都将无限期推延下去。这是啥情况呢？在互联网的长河中搜索一番，发现据长沙晚报在2019年11月发布的消息，中国铁建重工自主研发的3台盾构机成功通过验收，印度一次性把3台全部签收了。其中最大的那台盾构机开挖直径超过了12米，整个长度来到了80米，总重突破2000吨，是实打实的庞然大物。这台盾构机的下线标志着我国打破了其他国家对超大直径盾构机的垄断。我国已有能力研制世界上最先进水平的盾构机，可谓是意义重大。而印度能够收获这3台机器，也算得上是赶上了好时候。盾构机送到之后，中国还好心的想要帮助他们完成组装工作，毕竟拆卸这件事儿也是国人干的，总不能给印度人一堆零件摆在那里。结果印度竟然十分的霸气，拒绝了我国工程师的好意。按照常理来说，既然是从中国手中买到的设备，让中国工程师帮助组装是应该的事，印度人怎么就拒绝了呢？这还是得从印度人内心的小算盘说起。无论对于哪件事，印度人似乎都有着迷之自信，盾构机这件事儿不过是他们民族性格的一点展现罢了。尽管机器是从中国买的，也丝毫不妨碍印度人向外宣称，世界上除了美国就是印度，至于中国，想要赶上印度还得花30年。这么狂妄的话，似乎都超脱了迷之自信的范畴，显得分外的夸张。尤其是2020年的时候，中国和印度在边境摩擦不断，形势并不算多好。印度选择自己组装盾构机，当然是有钻研盾构机原理和制造的心思在里边，小算盘打得啪啪响。随后印度人一头扎进了组装盾构机的研究之中，倒也是勇敢。但是花重金买下了我国研产的盾构机，但是并不想让中国工程师帮忙组装，印度这种作茧自缚的行为很快就被证明是多么的愚蠢。就在印度人琢磨了2个月之后，中印边境情况急剧恶化。
中印在边境对峙期间，印度坦克群集结成队，数十辆先进的特 90S 坦克整装待发。有专家表示，如果不是中国的991坦克迅速的顶在前头，当时的局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一方面，印度人在第一次冲突中吃了大亏，伤亡人数远远大于解放军，因此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恶气。另一方面，上个世纪60年代的惨败，印度人心里其实一直不服气，想要当上亚洲老大的心思越来越清晰。印度国防部长甚至公开放言，表示做好了和中国以及巴基斯坦共同作战的准备。这样一来，中印的贸易活动迅速遇冷，中国工程师那就更不可能帮着印度去组装盾构机，印度也就更不可能让中国工程师帮忙组装盾构机了。一时间，中印双方也就陷入了僵持之中。结果，这让印度工程师犯了难。4月份收到盾构机之后，印度人就一直闭门造车，关起门来研究组装盾构机的方案，整个孟买项目的工期一拖再拖。工人们拿着零件配来配去，老是找不到合适的卡口，愣是装不对。起初自己组装是为了学技术，结果弄了半天啥也不是，拼装的拼装不好，更别说调试了。再加上中印的关系遇冷，如果向中国的工程师求助，先不论中国的工程师答不答应，这对于印度人来说就是打脸的操作。整个工程慢慢悠悠的一直拖到了当年的9月份，竟然是一直都没有开工。万般无奈之下，孟买项目的工程负责人终于想要向中国工程师求助，结果呢，晚了。由于中印关系的紧张，孟买项目的工厂钢承包商发现根本拿不到让中国工程师入境印度的许可，印度政府拒绝中国工程师入境。这可让鼓足勇气向中国求助的项目负责人颜面尽失，自己好不容易能够放下面子，结果最先打自己脸的竟然是印度政府。没办法，进入工程师只能想别的办法。当时中国向印度出售的盾构机共8台，除了后来运送到的3台之外，剩下的5台都有中国的工程师帮着组装，就这3台没有。因此印度人想了个办法，就是让其他项目的中国工程师帮助组装这3台盾构机。但是这盾构机各不相同，相关的调试参数弄起来也很麻烦。组装完成之后，印度人还得到施工工地一点点的测试，一个参数不对，整个工程就得倒退。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如此高风险的情况之下，印度人还是需要来自中国的工程师到场提供帮助。因为这台盾构机在被送往印度之前，已经在中国经过了测试，想要完成在印度的测试，那还得是同一批人。这个想法刚刚被提出，印度的工程师都感觉相当不错，但是印度人民却不干了。什么情况？我们印度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怎么连个机器都组装不了？这还怎么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领军人物啊？不少的网友甚至都歇斯底里，对于这场闹剧感到无语。在他们看来，全球第一台盾构机问世已经超过了150年，但是在这150年间，整个印度最顶尖的制造业企业竟然都不会组装机器，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不会随便组装机器，就更别说生产机器、调试机器了。这对于以大国自居的印度百姓简直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尴尬的事情还不止于此，孟买项目总共用了18台隧道掘进机，8台来自中国，3台没有完成组装，而剩下的10台机器虽然是在西方国家完成注册，但是生产地也是在中国大陆。什么意思呢？在哪里生产的就意味着在哪里组装。既然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那么整个流水线工程也就是在中国大陆完成的，无论是功能调试还是最终下线，都是中国大陆一手完成的。这简直让印度人欲哭无泪。不少印度媒体就趁机煽风点火，指责不少国家的大型项目用的都是中国生产的机器，几乎都产生了强烈的中国依赖症。要是哪天中国卡了印度的脖子，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一时间，整个印度闹得风风雨雨，谁都觉得中国货就是准备在将来卡自己脖子的阴谋，竟然形成了一股抵制中国产品的热潮。这可是害惨了致力于推进孟买项目建设的负责人，不用中国的机器，难道用更贵的日本机器、德国机器？这钱谁出？你出还是我出啊？简直就是胡闹。这一波操作下来，印度孟买的超级工程算是彻底熄火了。至于再度开工，恐怕印度人心里谁也没底。至于闹剧，那就闹吧，反正还少吗？至于卖盾构机这件事儿，其实值得好好说道。卖盾构机这件事危险吗？中国这是只为安全不为钱？其实这件事实属多虑了。之前日本和德国垄断市场，一直到现在也是盾构机行业的佼佼者。我国后来居上，也可以说是和日本、德国平分秋色，呈现3足鼎立之势。彼此的技术水平接近，研制的机器也大同小异，而中国则是主打物美价廉这个优势。作为后来者，中国想要在日本和德国的嘴巴里抢占市场的份额，就得靠着物美价廉这4个字打破两国的垄断市场。如果限制出口，别的国家就买日本、德国的，中国投入的巨额研发费也就打了水漂。夸张地说，假如中国的盾构机真的干掉了日本和德国，成为全球第一，那么就近乎垄断，反手掐别人的脖子。
但问题是中国还是个后来者，而且印度人看着中国工程师组装了15台盾构机，愣是啥也没学会，还指望着他们靠剩下的3台开窍吗？就印度国内的闹剧来看，无疑是异想天开。2019年9月，一则来自印度贾坎德邦哈扎里巴格的消息传遍了全印度，科纳尔大坝塌了。印度在1天前刚刚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大坝，仅仅过去了1天，怎么可能会塌呢？一时间，全印度的网友都对负责该项目的印度水利部门发起了口诛笔伐。这不禁令人好奇，印度基建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呢？接下来通过以下的5个基建案例就能窥探一二。为了解决贾坎德邦的农业发展问题，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政府便提出了在贾坎德邦建造大量水利措施，以改变贾坎德邦地区的农业发展困境。而科纳尔大坝的建造就是印度贾坎德邦政府早在1978年时便提出并开始建造的水利措施之一。在当地政府的计划中，科纳尔大坝是属于科纳尔灌溉项目的核心部分，它位于贾坎德邦哈扎里巴格的一条重要运河之上，承担着防止运河水灾、调理哈扎里巴格上百个农庄灌溉用水的重要作用。该大坝一旦建成，将对哈扎里巴格地区的农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彻底改善那里几百年的水旱灾害。因此，当地政府做出了120亿卢比的预算，可谓是投入巨大。但是，由于该地方政府的严重腐败问题与印度本土基建的落后，该项目在立项后的建设速度可谓是龟速。建设方案改了又改，一直到34年后的2012年，该项目都仍然没有眉目。看到这个结果，当地政府无奈只能再次招标，并将预算一抬再抬，最终才让这座大坝在建设34年后看到一丝成功的曙光。重新招标后，新的中标公司在7年的时间便将科纳尔大坝建设的有模有样，并且在2019年9月正式竣工。此时，科纳尔大坝的建设预算已经花出去了220亿卢比，折合人民币22亿。钱虽然花得多了一点，但7年建设几座大坝，也着实让非常多的印度国民心中重新燃起了对印度基建的希望。科纳尔大坝一夜之间成为了印度民众关注的焦点。为了能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贾坎德邦的首席部长拉古巴尔甚至还亲自在大坝的开幕仪式上致辞，将科纳尔大坝看作是印度基建的奇迹。然而，就在科纳尔大坝投入使用的第2天，运河的水量因为大雨猛涨，汹涌的水流顷刻之间便冲垮了这个建设42年、花费220亿卢比建成的大坝，最终导致大坝附近35个农庄被洪水所冲垮。这骇人惊闻的大坝一夜倒塌的事故，也不过近些年印度基建的一个缩影。不只是大坝、高铁、大桥，甚至是卫星系统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印度铁路建设历史悠久，导致印度大部分铁路干线速度均处于80千米左右，部分快速铁路也仅只能达到120千米的速度，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但即便如此，对于印度人民而言，这也算是印度铁路系统重大发展了。所以当这条180千米的电气化高速公路建成时，印度总理莫迪还特意来到了铁路线开通的现场，以表彰印度铁路系统取得的辉煌成就。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印度首条高铁开始运行后不久，这辆被印度人民寄予厚望的高铁就意外地与正在铁路线上吃草的牛群发生碰撞，撞了个开门红。为了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印度铁路部门只好将锅甩在铁路网沿线的居民身上，声称印度居民非要到铁路线上放牛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更加匪夷所思的是，火车撞牛的事件在印度可谓是屡见不鲜。根据印度铁路部门的统计，仅仅在2019年的一整年中，印度火车便与牛群发生了5500次的碰撞。真不知道是该说印度的铁路发展差，还是印度的屠牛业发达。毫无疑问，在国家的基建布局中，道路与桥梁是永恒的2大主角，而印度的铁路出现了问题，桥梁自然也难逃厄运。就比如在印度杰纳布河上游与比哈尔邦地区，就有2座命运同样悲惨的大桥，它们分别是号称世界最高钢拱桥的杰纳布与耗资26亿建设的印度比哈尔邦大桥。其中杰纳布大桥是印度近些年来受关注度最高、建造耗时最久，同时也是最离谱的大桥。杰纳布大桥位于印度河主要支流的杰纳布河之上，是一条跨河铁路桥，拥有着沟通杰纳布河两岸居民的重要作用。根据考证，该大桥的建设计划最早于2002年被印度人所提出。在最初的计划中，印度人决定使用全钢的材质来建设这座大桥，以实现抵抗8级以内地震、时速226千米大风以及120年使用寿命的目标。并且该桥一旦建成，还将成为世界上最高最长的铁路桥，长度达1315米，高度将达到359米，比巴黎的标志性建筑埃菲尔铁塔还高上35米。许多印度媒体放言，该大桥一旦建成，将成为印度在21世纪中最伟大的10大工程之一，这足以看得出印度人对这座大桥的期待。同时，印度政府还放言，杰纳布大桥将在7年之内完工，让世界见识见识印度基建的水平。
但俗话说得好，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以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而言，7年完成接纳布大桥的建设绝对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远大目标。在项目立项6年后的2008年，接纳布大桥都尚且属于雏形阶段，印度本土的施工团队根本没有完成设计接纳布大桥的能力。万般无奈之下，印度只好找到芬兰的桥梁设计团队，并将接纳布大桥的完工日期推迟到了2016年。在芬兰桥梁设计团队的帮助之下，印度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接纳布大桥的桥梁设计工作。但是碍于印度的施工团队水平太差，直到2016年，接纳布大桥也仅仅是完成了桥墩的建设，至于大桥的本体还遥遥无期。不过既然钱已经花出去了，大话也说出去了，印度政府已经骑虎难下，只能选择继续将大桥的完工日期再次延期到2021年。最终经过19年的漫长建设，接纳布大桥最终在2022年来临之前完成合龙，预计最晚将在2023年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可是就在大桥合龙的第2天，桥体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呈现出崩塌的迹象。印度政府又只好对大桥进行了数次返工。截至2023年，印度方面尚未透露出该大桥投入使用的消息。无独有偶，就在距离印度接纳布河数千公里外的印度比哈尔邦，有一条比哈尔邦大桥，与接纳布大桥有着相同的命运。比哈尔邦大桥没有接纳布大桥那么多的名头与噱头，相比于接纳布大桥，这座大桥的建设时间只用了7年，其目的也不过是建设一条连接印度比哈尔邦两地的大桥，长度也只有1140米。2008年后，印度政府受到了中国奥运会的巨大刺激，决定拿出100万亿卢比，也就是10万亿人民币来推动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想要在基建上赶中超美。比哈尔邦大桥就是印度基建计划的受益者。该大桥在2013年开始建设，并在2020年完成，总耗时7年时间。在基建效率极其低下的印度，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大桥建成后，比哈尔邦的印度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来到大桥两岸，赞叹当地政府的办事效率。比哈尔邦大桥自此也就成为许多比哈尔邦居民心中的标志性建筑，是值得自豪的存在。但就在该大桥投入使用1个月后，由于当地连绵不断的特大暴雨，计划使用80年、耗资26亿卢比的比哈尔邦大桥，竟然在暴雨的冲击下倒塌，狠狠地让印度民众感受什么叫印度基建速度。建成花了7年，倒塌只花了1个月，多么的迅速。事故发生后，迫于民众与反对党派的压力，比哈尔邦当局将事故发生的原因推给了大桥的老鼠身上，声称是老鼠把大桥的桥墩咬坏了，最终导致大桥崩塌。结合科纳尔大坝的案例，真是令人感叹，印度的老鼠究竟是吃什么长大的，连钢筋水泥浇灌的大坝、大桥都能啃坏，让人大开眼界。2022年9月，印度政府在首都新德里市与苹果、三星、小米等印度国内主流的几大手机厂商进行了会谈，呼吁各个手机厂商在其制造的智能手机内置印度自主研发的 NAV-IC 导航系统，从而推动印度国内对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系统的普及，让更多的印度人用上印度人自己的导航系统。然而，这一提议却得到了在场各大主流手机厂商的一致拒绝。任由印度政府的游说，各大手机厂商都选择以成本太高、不利于产品销售为由，拒绝了印度政府的美意。售价太高只是各个手机厂商委婉的借口，实际上的原因则是印度自主研发的导航系统 NAV-IC 实在是太差了，远不及美国的 GPS 与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这种导航系统内置到手机中，只会降低用户对手机厂商的信任。就单从精度来说，印度研究了20年才勉强组网的 NAV-IC 导航系统，也就相当于中国的北斗2号导航系统。根据印度官方给出的数据， NAV-IC 的地面精度仅只能做到印度范围内20米的定位精度，而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精度则为1米，差距为20倍左右。不可思议的是，印度 NAV-IC 卫星导航系统不仅精度差，建设过程还慢得出奇。根据资料显示，中印两国的导航系统研究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立项研发，实打实研究了30年时间。刚刚进入21世纪，中国的北斗卫星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在2003年前后就实现了覆盖全中国的卫星导航北斗1号的建设。同时期的印度导航卫星系统则还尚且处于计划阶段，一直到2013年，印度政府才通过研究下定决心要搞导航系统，并完成第一颗卫星的发射。此时的中国早已开始了覆盖全亚太地区的北斗2号卫星导航系统建设。2018年，18年时间过去，覆盖全印度的 NAV-IC 导航才终于完成组网，进入到应用阶段。而此时，有一个难题摆在了印度政府的面前：导航成功了，那么谁来用呢？当时的世界导航格局上，美国和中国有覆盖全球的 GPS 和北斗卫星，精度高，范围广，印度的导航系统完全没法跟中美比。
在最大的导航使用场景，手机和汽车方面，基本上各大汽车厂商和手机厂商都会内置更加好用的 GPS 和中国北斗，自然不会选择印度的 NavIC。军用市场上，由于印度的 5G 大多都来自美国、俄罗斯、欧洲各国，使用的也都是外国的导航系统，没办法换装印度的 NavIC。印度心心念念数十载，投入近10亿美元的自主导航系统，毕业即失业，没有了用武之地，就连印度人自己都不用。印度可以说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